他是互联网三不管之首，国粹被他拿来当逗号用。干你娘！从街头混混到如今的馆长，曾经的他绿的爆炸，如今却是大陆最忠实的维护者。他就是赶羚羊之父馆长陈之汉。直接青鸟黑熊，我干你娘嘞！虽然话糙理不糙，但馆长的话也太糙了。作为一个把赶羚羊挂在嘴边的男人，小嘴一张就是鸟语花香，喷人的词汇量换作一般人怕是一辈子都想不出来。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这与他孩童时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馆长陈之汉原名陈思汉，1979年出生，他的人生可谓地狱开局，人生前19年全是烂牌。馆长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非常艰苦，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因为家里穷，还时不时的寄人篱下。小时候馆长性格怯弱，上学的时候经常受到同学欺凌。他曾找过母亲帮忙，但孤苦伶仃的母亲又能帮他什么呢？母亲无法为他撑腰，学校里老师也不站在他身边。为了保护自己，他学会跟人斗狠，只要自己更狠，就没人敢欺负自己，这才养成了暴躁易怒的性格。15岁那年，母亲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离开了学校。为了生计，他进过工地，送过外卖，脏活累活都干过。19岁，为了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加入台湾海军陆战队，还做到了副排长的位置。服兵役让他练出壮实的体魄，再加上小时候受欺凌的经历，退伍后他热衷于打拳、自由搏击、柔术、散打，样样精通，还拿到过不少拳击比赛冠军。这期间他也做过收账工作，带着一大帮子兄弟讨生活。讲义气的馆长也因此遭受诈骗，欠下过巨额债务。这些经历让他厌倦了江湖上的打打杀杀，最终决定干个小生意养活自己。2014年，他带着多年的积蓄开了一家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因为功能全面，不管是健身、健美还是武术，都可以来这里锻炼。在台湾地区也是非常受欢迎，开了不少分店，久而久之就有了馆长这个称号。至于是怎么当上网红的，这就与他怼天怼地怼空气的性格脱不了干系了。在直播行业兴起后，馆长也是没事儿开直播唠唠嗑。不过别人直播是唠家常，他是骂政客，看谁不爽就骂谁。你只要把3杯60度的水加起来，6、38就有180度的油炸高温。天哪，这样的道理简直是诺贝尔奖等级，超英赶美！难怪我在大陆不如于将军钦佩。如此快意恩仇的性格也收获了不少关注，也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你说没人看的时候偷偷骂2句就算了，出名后的馆长一点也没收敛，照样天天开直播开喷。那美国就像渣男，来到你家要拿什么就拿什么，要干你屁股还有点趴高，干你要接受我的。美国人干完好爽哦，顺便去你家，能拿都拿，拿了就走，下次我再来干你。这也导致他遭到某些人的打击报复。2020年8月28日凌晨，刚结束一天工作的馆长走出健身房，收拾完东西后准备上车离开，丝毫没注意有个人跟在他身后。就在自家门口，馆长遭遇枪击，凶手对他连开3枪。中枪后，馆长第一时间竟然是打开了直播，面对镜头直接开始交代起后事来了。所幸这3枪虽然都打中了，但都没有打到要害，经过抢救后脱离了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让馆长性情大变。原本他是绿营的坚定支持者，刚遭遇枪击时，民进党表示要彻查此案，结果案件处理非常缓慢，拖了好几年，一点进展也没有。民进党的不作为让他非常失望，最终完成了从挺绿到反绿的立场转变。这之后，他照样开直播，照样吐槽，不过都是抨击民进党，也成为全网最尊重俞北辰之人。1颗飞弹拦截78，3颗飞弹拦截218。哦好，1泡尿36度 C， 他尿10泡尿360度，烫死你！大陆有解放军，台湾呐，那可是有我们俞北辰呢。馆长用犀利的言辞不断粉碎民进党的谣言，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大陆产生新的认知，最终决定眼见为实，亲眼看一下大陆到底是怎样的光景。2025年6月，馆长带着台湾网友的质疑与好奇，正式开启大陆行，并且决定全程直播，一点也不弄虚作假，自己看到啥样就呈现啥样。馆长的第一站是上海，落地后直接被眼前的场景震惊。机场的基础建设是他从未想过的豪华，之后乘坐的磁悬浮列车更是让他惊叹不已。他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对所有东西都充满了好奇。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有不少网友认出馆长，热情跟他打招呼，还送上了小礼物，让馆长深刻体会到了来自同胞的热情。一向鸟语花香的他，来到大陆后也变得彬彬有礼了。这次大陆行也让馆长和看直播的台湾网友认识到什么叫做井中蛙观天上月，原来他们一直生活在民进党精心编制的谎言当中。这之后，馆长就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给台湾网友开智，让他们脱离信息茧房，每天不是在赶羚羊，就是在赶羚羊的路上。